小青，你别轰我走，我是来道歉的。江离，那天对不起，我一想到丁丁，我整个脑子我就乱了，我什么话都往外蹦。但是你放心，我说的那些话我都是真心的。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养品，有孕妇的钙片、叶酸，还有防辐射服。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，医生说什么对孕妇好我就买什么。这些东西我都用分药器给你分好了，都装在里面。我全是买的好东西，真的，钱1分没少花。还有这个孕妇的防辐射服，小票我都放在里面了，说明书也有。我给你找找，小票都放里边了。你要是为了丁丁的事儿来，我可以现在就答复你。如果配型能够配上，我是愿意救丁丁的。我是不是挺吵的？我知道我这个人挺吵的。我从小就大嗓门，因为怕叫了没人听得见。江离，我那天真的不是故意要去你们公司闹的，我是怕你恨我，我说话你听不进去，我才去的。后来我公他说我了，他说我是在帮倒忙，我才反应过来。江离，我知道我给你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。我这个人，我连吃饭都要耍赖犯浑，所以我就习惯了。你别难过了。我也不想这样，江离，我是高兴你能够救孩子。只是小青，我之前其实也咨询过大夫，同父异母，配型的成功率其实也不是很高。你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，你这时候还是应该去各个骨髓库广泛争取一下机会。我知道，我都想好了，要是你这个孩子生下来也救不了丁丁，那就是丁丁的命，我认。如果能救得了，我就让丁丁认你做妈，我让他长大以后孝顺你。小青，其实就算不是为了丁丁，这个孩子我一样会生。我懂。江离，丁丁就在隔壁楼的病房里，你要是没有人陪你的话，你就给我打电话。我当过孕妇，我伺候孕妇没问题的。不，我真的不用，你赶紧回去照顾丁丁吧，我这儿不需要人照顾的。江离，你帮我这么大的忙，你就当我是过来赎罪的，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报答你。你放心，你妈妈不在的时候，我再来。是丁丁，丁丁要找我了。那我把东西都放这儿，你就看着吃，你好好休息，注意心情。你看啊，这个就是姑姑小时候，这个是爸爸小时候。丁丁长得像谁啊？都不像。怎么会都不像呢？你看你跟爸爸多像。我觉得我长得像我奶奶。对，是有点像啊。姑姑，你长得也像奶奶。那是当然的啦，姑姑是奶奶的孩子呀，当然长得像奶奶了。姑姑，奶奶死了是吗？如果丁丁治不好，丁丁也会死的是吗？别瞎说，丁丁，不会的啊。我都知道。姑姑，小静死了。小静是谁呀？她是我的病友，她住隔壁病房。我们两个上个礼拜刚认识，她上1年级。今天上午我听见她妈妈和她奶奶在哭，我偷偷去她病房门口看了。
小静的床上盖着白床单，就像奶奶死的时候一样。姑姑，人死的时候会疼吗？丁丁，来，姑姑告诉你啊，不会有事的。我们丁丁呢，丁丁还要长大了，长大了还要上大学，还要工作。哎，丁丁，你的理想是什么来着？当飞行员。对，还要当飞行员，开大飞机呢。姑姑，丁丁不想死。妈妈说，江丽阿姨会生一个弟弟或妹妹来救我，只要她生出来了，丁丁就有救了，是不是？丁丁，姑姑向你保证，不会有事儿的啊。你怎么来了？对不起。你跑这来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？好像说了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。如果不是因为丁丁的话，岳小庆就不会过来找你。你就当做我替他跟你说声对不起。要是我处在小青那个位置，我肯定也会那么做的。我不怪他，他今天来过了，那些东西都是他送的，而且他已经给我道过歉了。倒挺难得的。你别站着了，坐吧。你和岳小青从认识到离婚，在一起多久？一共也没几个月。你了解他吗？那我太了解了。跟他在一起啊，就一句话能总结：不堪回首。你不了解他，因为没有哪个女人天生就是这样的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就说了他自己的故事啊。一贯的伎俩。你对他的成见就这么深呢？我们换个话题好不好？好吧。肚子里的宝宝怎么样了？医生说他挺坚强的，像他爸，百折不挠。我好像又说错话了。你现在怎么变得，只要一不高兴就不说话了呢？我记得以前咱们谈恋爱的时候，只要你一不高兴，你就会跟我吵，吵一次还不够，还得第二次，一字一句的拿出来重新吵，还有第三次了。第三次就像写论文一样的，你就要一个一个的找错误，找缺点。我就不明白，你那会儿怎么会在我身上找出这么多缺点呢？那时候我觉得所有的缺点到最后都会变成优点。废物利用？那叫废品回收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想想，那时候我真的是幼稚的可笑。哎，你爸你妈去哪儿了？我妈回去给我做饭了，我爸出去买点水果，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吧？你有什么话要说，简重点吧。我其实是想谢谢你，谢谢你留下了这个孩子。我从知道有这个孩子存在的第一刻起，我就从没有想过要放弃他。如果到时候脐带血能用上，那当然最好了。我
真的不知道我上辈子积了什么德，能让我遇见你。我真的应该跟你说一声谢谢。至于吗？不至于。其实谢谢是对外人才说的话。佳丽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你别跟我开玩笑了。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跟你提复婚。那天晚上在黄浦江边上，我跟你说的话也都是真的。一方热衷于付出，另一方就会营养过剩。我也想到，如果我们复婚的话，我们就会像以前一样，每天就会有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等着你去处理，让你每天焦头烂额，我就心疼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想只有离开你，你才能去过属于你的生活，你才能去寻找属于你的健康的婚姻，不像我，只会一味的伤害你。现在你的想法变了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孩子？如果只是因为孩子，你大可以不这样想。我既然生得了，我就养得了。而且我还想提醒你，你也是丁丁的爸爸。这是两码事。两个孩子我都有责任，我都会管。现在不说孩子，是我们俩之间的事。其实我跟你之间，我从来都没想过要离婚，但是没想到，我们就真的离了。当时那个情况，一边是我爸妈和丁丁，一边是你。我能够理解，选择放弃我是迫不得已。什么迫不得已？其实就是我懦弱。除了懦弱，我还优柔寡断。你说离都离了，我还死缠着你。我觉得你妈说的挺对的，我就像个火坑一样。自从你粘上了我，你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。但是我真的想让你过好日子。我记得我们决定留在上海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过，我说我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。你能给我个机会，重新开始吗？妈，阿姨，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阿姨，你听不懂中国话呀？我可跟你说好了啊，这孩子姓姜，跟别人家没关系。给，吃饭。你干嘛？你干嘛呀？你能不能以后别再去找江离了呀？咱不折腾了，行不行？武功我没折腾，我这不是想去伺候伺候他吗？江离不用你伺候，你照顾丁丁就行了。他那边有我。武功，我现在情绪挺稳定的，你放心，我去了那边，我绝对不会说让他心情不好的话。还有啊，我就是想等江离平安的把孩子生下来，只要配型成功，我就带着丁丁一个人过日子。你们要不想见到我，我保证，我绝对不再出现在你们面前。行了，你别唠叨了，我还得去给江离买鱼呢。去晚了，菜市场该没有新鲜的了。放心哈。